们今天来解答，这个 LeetCode 的1125题，所谓小而够的团队 （Smallest Sufficient Team）。基本上我们的解题方式是用到动态规划跟位元遮罩，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好，各位好天气很热我们还是留在家里面呢，从事一些那个智力活动那我们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又解答了一题应该讲其中一题的难题LeetCode 当中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我们看一下这是它编号1125题所谓最小的足够的团队那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我们当中当然解答也花了一些时间那也尝试了一些错误。基本上呢，它的做法呢，我们还是采用动态规划。那因为它的一个选取比较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就采用所谓的位元遮罩的方式。好，那我们就先切到我们的一个介绍的简报。好，那我们先看有关于它题目的部分所谓的小而足够的团队难题。那它这里呢，它是先给一笔资讯这基本上应该是它所要求的一些 skills。那另外呢，它还有一笔清单一堆人。那假设它第I个人呢它这样的一个阵列呢，它会包含一堆 skills。那所以他要考虑去组织一个团队当然就是人数越少越好，但是他就是要满足这边所有 required skill 的部分。好，他这边就说，假设你这个团队组成了，假设它是0、1、3基本上当然就是在这个 people 的这样的一个清单里面的第0个、第1个和第3个。那刚好这3部分的技能呢，刚好它的应该讲是它的连级应该是等于这 required skills。所以他要去找任何这样一个团队，而且是最小的 size 就是说然后你传回的答案呢，当然就是类似这样 team 这样的一个类似阵列的一个方式。那它保证是一定会有解答不会说找不到的。好，那我们看看相关的中文上的翻译。那如果语文上有问题的话，这边应该是讲的蛮清楚的。好，那我们要真正了解题意，当然就看它的一些例子那我们在讲解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甚至我们这边打算呢，这是他所要求的 skills。那我们分别给他一个编号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就直接是用阵列索引值，所以这边是0、1、2。好，那我们看这里面有3个 people 嘛，3个 people 当然是0、1、2，然后组一个最小的团队。那我们看这个 people 0呢，它有 Java， 它有0。
people 一它有 Node.js 1，那 persons 2的话，它有1跟2，所以以这边来讲的话，所以假设我们有我们的要求的这边是0、1、2，好 ，people 0呢，它有0 ，OK， people 1呢，它有1，好 ，people 2呢，它有1、2。所以我们要找，当然很清楚了，当然是 people 0跟 people 2这样的一个连集呢，实际上就满足了我们这里的一个条件。好，那这是第一个例子。所以这边如果我们用那个集合的语言呢，其实就可以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哈。那这个所谓的 require skill，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集合，然后用 u 来表示。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找出那个个数最少的那个 i 呢，我们当然这边假设是pi。那 pi 呢，它的连集它要等于 u 那基本上我们的一个问题呢，大概就是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在这里面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这些所谓的 require skill 呢，先把它转换成为数字透过数字我们会比较方便处理这些问题。好，部分的程式这个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先将这些 skill 全部转为数字，在转换的同时当中，我们这边就直接会用到 C++ 里面当中的 unordered map 它当中的一个hash map。 好，那基本上就是从字串呢转成为int。 好，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先将这个 require skill 全部统统把它转为它所对应的数字。它所对应的数字当然就是在这个它原先所给定的题目当中的里面的每一个索引子。好，那这件事情做好之后呢，我们当然就是去建立一个，另外要建立一个阵列。好，那这个阵列呢，原则上当然就是针对我们的 people 的。好，那 people 的这边它也是一堆字串字串不好处理。那我们因为这个 unordered map 我们建好了，所以我们就透过回圈的方式，我们把每个 people 当中所有的 skill 呢，通通呢都会把它转换成为一个数字那字串skill 它本身是一个字串，但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对应，我们也找到它的数字。基本上它会有一组数字，透过位元处理的方式那我们这边就向左移位假设它的这边它所对应的数字呢是 i 的话它就是基本上它就是它的意义呢，其实就跟2的 i 次方是相同的所以在这个技巧上，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那这边我们当然是用或计算所以只要是这个人所拥有的skills， 它所对应的那个位元的部分呢，它都会变成1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我们在解题开始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技巧所以在一开始的地方，我们这边就采用位元处理方式去处理它所对应的这些技能然后关键就是说你在后面你要解题的部分
解题部分呢，我们原则上我们是透过 DP 的方式所谓的动态规划方式。那为撰写比较简单起见，我们是先把它写成递回的形态递回的形态，所以我们是以组成一个 team 那这个里面有个参数，那么这个参数里面摆的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的位元遮罩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里面所采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好，假设我们丢进来的是这个位元遮罩是 skill have， 那我们要考虑这个第一个 person 他是不是要丢了这个 team 里面。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先把它的相对应的位元通通取否定然后两个我们再做所谓的且计算如果做且计算之后呢，它如果是相等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讲的，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根本就在这一次的呼叫里面，我们就不要取它重点就是说，它如果不相等不相等，就是说跟你在这边所原来拥有的技能呢，它有一些它有的那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就做一个计算去呼叫我们的 team 这个是用递回的方式去呼叫我们也把原来这边的 skill 就是没有第一个 person 的 skill 把它丢进来作用之后的那个位元遮罩把它丢进来，然后再将这个数字呢再往左移位 i 次所以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作用，这边又做一个或计算，所以这个结果呢会是拥有 person i 的情况。好，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取 i？ 其实很关键的就是说，它有一个要求是你必须是比较少的人比较少的人怎么去看呢？那你就去算我们这边所计算出来的它的位元的是1的个数假设它的个数比较少，那我们就取它没有的话就把它略过所以这边主要是我们所用的第二个技巧。好，那整个来看的话我们这也是分成两个部分来讲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这个 team 这个递回的一个函数所以我们丢进来是位元遮罩 skill have如果说你们 skills have 如果是等于0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0。那我们预先呢，因为我们是采用动态规划的，所以我们会有初值。如果你的值不等于我们所给定的初值，我们所给的初值是矩阵 int 里面最大的，这个时候就代表我们这个题已经处理过了，所以你就直接将这个 DP 阵列里面那个值我们就把它传回去就可以了。好，重点就是在后面这边我们刚刚其实有部分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你有 n 个人从0到 n 减1，所以我们用回圈呢迭代去看所以就透过刚刚前一张简报的部分我们就去做一个处理看是不是要把这个第一个人加到这个 team 里面我们当然就把这个结果呢就放在这个 DP 的阵列的里面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达到动态规划的一个处理。好，那主要的
函数呢，当然就是它 smallest sufficient team 啊，这里面它就是给的阵列。好，那我们这边当然就取值 ，R 代表是你所有的要求 skill 的一个个数 ，N 是代表你的人数。好，那我们这边当然第一件事，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将我们的相关的这些skill 的这些字串全部转为所对应的数字啊。当然后面这边当然这里的处理当然是把它采用位元遮罩的方式。好，然后我们在这边再设 DP 阵列，初值都是给 int 里面最大的值啊，记得它的个数是2的 r 次方。元素个数有这么多，好，但我们在计算里面是每个都会，这里是每个都会用到的，好，是每个都会用到的，好，然后呢，我们再把它丢到，将这个全部是1的情况，也就是2的 r 次方减1，这个数字呢，当成参数丢到 team 这个函数，这个是一个递回函数，然后将它算出来的值呢，它也是一个位元遮罩，但是它这个位元遮罩是针对你所选取的人，啊，选取的人，那你选取的人，他的位元，假设他第 i 个呢是1的话，就代表这个人有被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个 i， 我们就把它丢到我们所要传回去的 ANS 里面这个塞到这个阵列的尾端，啊，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做法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看相关程式实作的部分。然后有关程式部分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这里面主要是我们要测试它的正确性。好，那我们在这边的第40行，这里是我们在实作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用来 debug 用的，但是这边呢，我们刚好这里也可以说明我们如何将我们这些的skill 全部都把它转成数字，然后数字呢，再用位元处理的方式呢，去建造每个 people 它的一个 people mask 啊，这样的位元遮罩啊，所以这边在40行，我们把这个注解打开。好，这里我们就把它执行一下。好，所以这里刚好我们把它拉高一点啊。这我们在说明例子的第一个部分的情况，所以像是在这边的话，我们这里的 require skills 它这边有3个，所以要编号就是0、1、2。那你有3个人所以也是0、1、2。每个人他所拥有的技能也不太一样那在这边他是说 Java 是第0个，所以0的那个位元呢，它是把它设为1的话，所以这边就是1。好，那这个是 Node.js 的话，它是第1个位元所以2的1次方等于2，这也没有问题。好，这边这个就比较关键一点，这个你要知道怎么算。所以这里呢是第1个位元，还有第2个位元，所以这是2的1次方加上2的平方，所以是等于2加4等于6。好，所以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当然知道这边当然是正确的。那第2个例子稍微比较多一点，因为它的 skill 比较多。那我们这边就看一下它所对应出来，每个人所对应它的skill 的 mask 都不太一样
好，基本上这边就是他所拥有 skill 的那个位元的部分呢，都会设为1。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达到我们的解题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看看那个解答部分目前看的人也是不算少了超过1000人。因为这个确实是难题我们在做的时候也碰到了一些障碍不过最后还是克服。好，那透过这样一个做法，它的时间复杂度呢，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快的。当然你也可以采用所谓的回溯的方式去做，或者回溯方式来讲，它的那个时间复杂度就要比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就大许多就当然也可以做得出来了。好，但我们有考虑到时间复杂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不采用回溯的方式去做。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好了。